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差不多3个礼拜的时间没有更新了，很多小伙伴都在屏幕下面问我为什么断更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已经正式从中国移居到日本了，因为跨国搬家各种忙碌，再加上拍摄设备、灯光还有三脚架无法空运，只能走海运，都还没有到，所以说就一直拖更了几周再次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上个礼拜我在 YouTube 社区上面和大家分享了我移居的消息本来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没想到有非常多的小伙伴给我留言这些留言一方面是对我移居的祝福，还有很多小伙伴最关心的就是我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移居到日本的，中间花了多少钱，遇到了哪些困难我也想移居，要准备什么今天就向大家分享一下我移居到日本的经历，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聊聊我为什么要移居日本。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出现的大面积的核酸和封控相信对于绝大多数小伙伴来说，这段时间都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首先是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甚至连简单的外出就餐这样的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得不到满足。这样的生活就像在监狱中一般，我不想再遇到这样的生活。其次是因为在这次疫情期间，我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各种荒诞的一面，而且这种荒诞面并不会因为这场疫情的结束而永远消失，所以在我心里始终有这么一种不安全感，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自己的人身自由又会受到限制，自己的生活又会变得极其的不可控本来移居海外对我来说是一个长远的计划，是一种在准备好了积蓄、工作、语言能力之后的一种可选题但是新冠疫情期间，移居海外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必选题，而且是迫在眉睫的必选题所以说我就加速了自己移居海外的计划。目前移居海外的选择有很多主要就是日本、泰国、新加坡、澳洲、美国和欧洲我自己选择了日本日本距离中国比较近，饮食和文化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最主要的也就是如果想要快速的出国移居，日本门槛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低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因为我不是很了解，所以就不展开来介绍。在决定了目的地之后，就可以开始搜集资料，准备手续了。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是如何从什么都不知道的零基础的小白开始，来一步步的了解移居的手续，一步步的去办好这个手续，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了解到，目前可以长期移居日本的签证大概有以下4种。首先第一个就是工作签证，就是入职日本的一家公司，他发签证给你，然后你就可以过去了第二种就是家族滞留签证，就是日本有亲人的话可以去投奔。第三个就是留学签证，就是通过去日本读书，比如说大学或者语言学校来拿到日本的签证。第4种就是经营管理签证，通过在日本注册公司来拿到签证。相信如果大家在网上去搜索关键词移民日本，看到最多的就是介绍的第4种经营管理签证。之所以网上有这么多经营管理签证的信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营管理签证是必须要通过中介机构来申请办理的。出于利益的驱动，很多办理经营管理签证的中介机构就会在网上发布大量的相关信息这也就给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造成了一种认知，就是如果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我也没有办法在日本找到工作，我也没有亲人在日本，那么我只能通过经营管理签证来达到移居日本的目的所以在最初我是计划申请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的那么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要如何去申请呢？大致的流程很简单，就是在日本注册一家公司，提交一份事业计划书公司注册的最低资本需要500万日元，大概25万人民币左右这个钱需要先打到日本才可以经营管理签证有2种，一种是3个月的临时签证，我们可以通过中介办理这个签证，通过这个签证来到日本之后，开始注册公司、租办公室、开银行账户、汇款。公司注册好了之后，可以更换1年的经营管理签证。另一种是直接1年的签证，我们可以通过中介直接在国内办好公司注册、租办公室、开户汇款的所有流程无论是3个月还是1年的经营管理签证，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代办中介
这类中介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相信大家基本上都是通过中文来搜索的。找中介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希望能够找到华人的中介，这样就方便沟通和办理。经营管理签证的中介大概可以分为2类，一类是全包型的中介，就是只要我们有钱就可以。中介除了会帮我们办理签证之外，还会帮我们在日本找赚钱的项目。因为经营管理签证毕竟是要开公司的，肯定是需要可以在日本赚钱的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民宿、餐饮等服务业。只要我们出钱，就可以有经营管理签证，就可以有一家公司可以在日本赚钱。有的中介甚至还会帮我们打理公司，我们不需要实际参与运营也可以，我们只要出钱就行。所以这里全包型中介的关键词就是有钱。很多中介直接说资产低于500万人民币的可以不用考虑了。那么有500万人民币的小伙伴就可以无脑的选择这里全包型的服务吗？我觉得首先要考虑2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中介提供的项目是否有可持续运营的能力，是能持续赚钱呢，还是能持续亏钱？如果只是一个初期看起来很美好，后期不断亏钱的项目，那我们的钱亏完之后，经营管理签证肯定是没有办法续签的，那就只能回国了。如果说在国内没有公司管理经验的小伙伴，千万要慎重选择这类项目。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中介收取的代办服务费是否合理。根据我的了解，这里面的水分非常大，少的是3-5万人民币，多的20-30万人民币的都有。至于怎么选，还是要根据具体的项目来分析，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如果想要办理日本经营管理签证，我的建议是至少要找5家以上不同的中介机构来咨询，多问多听多对比，这些中介的项目有没有自相矛盾，有的话那就是有猫腻的地方。我自己也找了很多家中介机构来咨询，其中也有付费咨询。一般的中介机构最关注的点就是我有多少资产，这样就让我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大部分的中介眼里，客户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资产多的客户非常热情，主动推荐各种项目。对于我这种资产比较少的客户，那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油水，一般都是问一句回一句。在咨询了几家机构之后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关键回答。因为我的年龄是32岁，完全可以考虑去日本读语言学校，先申请留学签证，到了日本当地之后再申请经营管理签证。如果说语言学校毕业了能找到工作，也可以直接拿到工作签证。这个建议让我豁然开朗。如果直接在国内申请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那么就必须通过中介代办，这其中有非常多的坑。同时因为是跨国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签证的成功率中介其实也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如果在日本国内申请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中国国内注册公司的流程，只需要自己找一个行政书士帮我做文件提交申请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第三方中介，而且成功率非常高当然这么做的前提就是自己有可以运营的项目对我自己而言，我目前有3大业务美国银行代办、美国税务咨询、美国手机卡销售这些相关的商品都已经上架到了我的 Shopify 商店，店铺已经成功运营半年了，目前也已经能够盈利所以说用这个来注册日本的公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没有可以运营项目的小伙伴，其实也可以通过读日本的语言学校拿到留学签证，先来到日本。语言学校毕业了之后，相信大部分人的日语也到了可以交流的地步，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找工作，拿到工作签证。日本的语言学校有很多，招生的要求也很低，签证的通过率极高比如帮我代办的机构和我同一批的留学签证通过率是100%当然通过率100%并不是意味着谁都可以去申请，留学机构会先进行一个审查，没有问题符合条件的人才会接受申请这也能保证他们的通过率那么什么样的小伙伴符合日本语言学校留学的条件呢首先最关键的就是年龄如果是毕业3年以内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35岁以内的小伙伴也问题不大35岁到40岁之间也可以申请，但是会要求去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证明留学的目的40岁以上的申请留学签证其实就很困难了。其次就是收入证明了需要提供20万人民币冻结6个月的存款证明
这个相信不太难。不够的话，可以亲戚借点或者网贷，等6个月解冻后还进去就可以了。实在没有的话，也有语言学校不要求存款证明，但是相对资质和签证的通过率可能会略低。然后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资料，比如说护照、户口本、毕业证书、在职证明、收入证明等等。所有的这些资料准备完成，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开始申请了。一般语言学校开学的季节是1月、4月、7月还有10月，这几个月都是有招生的。相对而言，4月、7月和10月这3个月招生人数是比较多的，建议大家申请这3个月份。尤其比较推荐的话是4月份，是申请人数最多的，而且也是比较容易通过的。我自己申请的是10月份的签证主要是因为我当时去准备的时候，离我最近的日期就是10月份了。因为当时还在疫情封控之中我不知道这个封控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说我就预定了最近的10月份的开学的日期。大家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优先去选择4月、7月。确定好日期之后，最好就是至少提前半年去申请。一般的话，申请我建议通过留学中介机构。我自己委托的留学中介机构的话，它是没有代理申请费用的。如果说我们签证通过了之后，学校会给他们的留学机构返点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说签证没有通过的话，他们也会进行一个退款，或者说是免费的再次帮我们去进行申请。当然出于利益关系的话，我就不向大家去公开中介机构的名字了。找好留学中介之后，然后接下来就是去进行学校的选择。学校选择最多的话，一般都是在东京的范围之内，但是我自己的话并没有选择去东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说资金不是很充足的话，去选择东京，它的生活成本会比较高，生活压力也会比较大。因为我们是留学签证，是没有办法找正式工作的，只能来日本找兼职。但是每周只能兼职工作28个小时，每小时兼职的工资按照1000日元计算的话，每个月最多也只能赚到5600人民币。所以说如果说没有一定积蓄的话，选择东京压力真的会非常大。我自己选择的是在长野县，距离东京新干线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它的生活成本相对而言就是比较低的。比如说我这边去租房的话，租的一个60平的房子，合计人民币每个月的月租只需要350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就算在国内也还是算便宜的。在东京的话，这个价格肯定是租不到房子的。吃饭的话，如果说自己做饭，其实和国内的消费是差不多的。外出就餐的话，相对会花费高一点。下面和大家聊一聊我这次移居日本的费用吧。其实最多的费用就是学费。语言学校1年的学费普遍在35000人民币到4万人民币之间。我的学费是38000人民币，学费是在日本在留资格通过之后才交付的。如果说没有通过是不用支付的。所以说我在前期申请的时候只交了1200人民币的报名费，这个1200人民币就是我办理留学在留资格前期的所有费用。在留资格通过之后，就需要支付38000人民币的学费。支付学费的时候可以扣除1200人民币的报名费，最后再支付一个签证办理费用，我这边是900人民币。所以说日本留学签证办理整体的费用就是38900人民币。拿到签证之后，我们就可以购买机票入境日本了。如果是4月入学的话，签证有效期是2年。7月入学的话是1年半，10月入学的话是1年3个月。在签证到期之前，至少我们在日本有1年的时间可以学习日语，可以考虑我们接下来的在留计划。是毕业之后直接找工作，还是读一个专门学校然后找工作，或者是办理经营管理签证。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的从容，选择更多，也不用担心遇到黑心中介了。以上就是我这次办理日本签证的过程。如果屏幕面前的大家和我一样刚好30多岁，那么可以参考我的办理过程，或许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如果说屏幕面前的你已经超过了留学的年纪，那么可以试试直接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经营管理签证的办理流程我目前还在摸索之中，有进展的话我也会随时和大家进行分享。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视频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再见。